炒菜铁锅变致命毒药。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的毒铁锅，如今居然死灰复燃，在2023年消费者权益日晚会上又被曝光。这里是知识天梯。2011年，央视曝光了江西的铁锅加工坊，毒铁锅事件震惊全国。央视记者孤身潜入走访调查，发现这些小作坊为了使利益最大化，竟然使用盛放化工品的铁桶当作原料生产铁锅，而这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。这些被用作铁锅生产的废料，大多都是来自附近化工厂装化工原料的铁桶皮，上面还标有化学物质的名称，基本是含剧毒的化工品。甚至在有些废铁上会出现骷髅头的标志，就意味着有剧毒。根据国家明确规定，这些化工铁桶皮的处理有一道非常严格的工序，连随意销毁都不行，更不用说流入市场了。在记者采访的画面中，铁锅制造工坊的工人将这些铁皮扔到装满硫酸的大水池中，只为消除铁皮上残留的有毒化学材料和重金属。事实上，在这一过程中，经过高温的锻造，某些有毒成分已经渗入了铁皮之中，整个工厂都弥漫着刺鼻的味道，环境极其恶劣。要知道，铁锅的主要材料就是铁皮，质量合格的铁皮原料要比这些非法回收的铁桶皮贵得多，一吨就高上几千元。有房主透露，这样生产出的铁锅一个只卖20元。但原材料成本也不过1元，利润极高，基本一个村庄1年生产的铁锅就达几十万个，每年流入市场的就高达50万个。这些工厂通过薄利多销的形式，将这些毒铁锅销售给餐饮行业以及老人，极其便宜的价格使很多人上当受骗。夺命铁锅有多可怕？用它炒菜，美食变毒药，为何屡禁不止？由于制作铁锅的铁桶长期盛放有毒的化学品，吸收了大量的有毒元素，而这些有害物质并不能在铁锅的处理和制作过程中完全消除，甚至高温还会使有毒元素在铁皮中加速渗透。如果消费者长期使用这种毒铁锅，那么有毒元素就会通过高温烹饪进入到饭菜中，长此以往甚至会造成重金属中毒。毒铁锅中主要含有的有毒元素包括镍和铅，都能够对人体造成极大的损害。镍元素如果过多摄入，会严重影响人的肝功能以及皮肤和消化系统。一方面，镍元素中毒对脏器有着极强的破坏作用，这种元素并不能被人体有效排出，反而会对肝功能造成损伤，甚至会对肾脏产生影响。另一方面，镍元素使用过多也会导致皮肤的红肿和溃烂，还会损伤消化系统，引发出血或者腹泻等症状，严重时会威胁人的生命。除此之外，毒铁锅中还含有大量的铅元素，过量的铅摄入会对人的大脑产生不可逆的影响，严重时会产生肾衰竭的情况，儿童会造成智力发育缓慢，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当然，除了废铁原料中原有的有毒金属外，不良厂家在生产过程中所用的涂层材料都是劣质的，含有放射性元素，一旦进入人体就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。当然，合格铁锅产生的铁离子一般情况下是无害的，通过原子、粒子、分子热运动进入菜中，对人体有害的为重金属，铁为微量元素，为人体所必需。但是使用生锈的铁锅对人体的肝脏会有所损害，生锈的铁锅在使用时会发生氧化，产生氯化铁和氧化铁，过多使用会造成脏器的损伤。夺命锅遭央视曝光，有毒化工废桶变炒锅。小作坊为了使利益最大化，竟然使用盛放化工品的铁桶当作原料生产铁锅。这种毒铁锅长期使用，甚至会造成重金属中毒，严重破坏内脏。那么，毒铁锅既然有这么大的危害，那为什么在央视曝光之后，这种夺命铁锅为什么还会死灰复燃呢？其中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。首先，就是生产毒铁锅这些商家还抱有侥幸心理，存在利益的驱使，这些人本身就没有公德心，面对如此高额的利润，很难不铤而走险。
其次就是这些毒铁锅产地大部分存在于偏远的村庄和山区，不容易被相关执法部门所监管。除此之外，这些毒铁锅生产并非一家一户，而是一个村庄都在做这些不良勾当，即便有政府检查，他们也会互相包庇。而某些化工厂为了谋取更高的利益，也会主动向这些不法商家提供这些铁皮原料，这一点也需要执法部门加以重视。第三，就是毒铁锅有着较大的受众市场，很多消费者都贪图便宜，对铁锅的来源并没有在意，所以就会有巨大的需求。所以即使国家严厉制止、坚决打击，仍然不免有疏漏之处。那么，如何杜绝夺命铁锅现象的出现呢？要实现这一点，还需要社会各个主体共同努力来完成。政府执法部门要加大检查的力度和频率，对于偏远地区和农村要多加调研，对违法工厂可能藏身的地点进行专门排查，对于违法商家加大惩处。同时，还要对毒铁锅材料的来源加以控制，要对化工工厂的化工材料桶等废铁材料进行科学化监管，引入先进的数据化系统，对其进行统一回收。一经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要进行严厉惩处。最后，政府还要对消费者群体加大引导力度，极力宣传毒铁锅的危害，改变占便宜的心理，引导消费者要到正规的商店购买合格的产品。在挑选铁锅的过程中，消费者需要认真甄别铁锅的质量，主要从2方面进行判断。一方面需要查看铁锅的生产日期、生产厂家和合格标志，如果没有，那大概率就是假冒劣质产品，对人体会有危害。另一方面，毒铁锅由于使用了特殊的工艺和材料，表面会留下刺鼻的气味，消费者就可以通过这些气味来进行识别。当然，合格的铁锅也不能够直接使用，还需要清洗表面，用小火断烧几分钟，观察变化。与产品价格相比，它的安全质量才是最重要的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